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我们是以交易为主的一个频道。那么今天呢是鲍威尔的这个表演日啊。那么今天 FOMC 的会议结束了。首先呢，市场是先出现了一波拉升，之后呢就是被狂砸，如同水银泻地一般的下跌。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个 FOMC 的这个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中讲到了什么，让市场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一个抛售？那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和操作这样的市场呢？那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那么他说了哪几个点是非常看空的呢？那么最看空的点，首先就是对于点阵图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它今天的这个点阵图跟上次来说，那这是上次的一个点阵图。那么大家看这样的一个点阵图，差不多是2482这样一个点阵图。那么下面这个点阵图的话，差不多是什么呢？是133差不多还是81，类似于就这意思吧。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对于大多数人对于终端利率的预期，并没有发生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软化。这首先就是对于市场的一个非常让人失望的一个点，因为市场上预期是当出现了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它对于终端利率的一个预期可能会降低，或者说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期，或者说忍耐通胀的一个预期，有可能会随着这个是危机出现或流动性危机出现而降低。然而它并没有这么做。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里继续讨论到了没有做任何的一个什么呢？没有做任何的一个缩表的这么一个进程，也没有考虑到今年，大家注意今年才3月份，那么到今年为止没有任何降息的一个过程。那么也谈到了所谓的软着陆。那么谈到软着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就是仍然是有可能有一个软着陆的这么一条路。那么有可能有软着陆的一条路，那意味着有很大可能是软着陆不了，那么必须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危机只有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危机，才真正的能解决通胀的问题。那真正解决通胀的问题，必然带来大量的失业。那么他重申了目标就是2%就是往下压2%。那么整体上呢，我们来通过对市场的观察就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对后面来说那么整个这个非常鹰派或者偏鹰派的一个立场，对于我们后面的交易将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市场的走势。好，那我们先来看美元美元的话出来之后是先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元的这个走势是弱势，就是这里是一个弱势的美元，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市场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期的这个美债的这么走势长期美债，大家看这是2年的，2年今天是弱，对吧？3年也是弱，然后呢1年10年都是弱，然后30年跌的算少的。那么整个我们又出现了什么？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的这个市场上它的叫 yield curve， 就是这个收益率曲线进行了一个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 ZB， 也就是长期国债的这个走势，今天是支撑在了生命线以上有一个继续向上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也看到的是，市场上虽然对终端利率没有下降，而且它重申了2%的这个目标非常坚定。那么对长期国债来说，并不是一个利空，因为如果你说2%不坚决了，就3%、4%我也可以容忍，那么长期国债的这个利率就下不来了，甚至还要大幅的增加。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没有出现，那么还是在继续调整这个咱们说营收曲线或者是 yield curve 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调整的这个过程中，那么整个国债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个向上，然后美元走弱，美股走弱。那这个过程我们又说对市场对衰退进行一个预先的定价。之前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在调衰退衰退交易讲了半天，但实际上对从美股的估值来说，我们可以知道它并没有真正预期，或者说把整个衰退放到整个的估值中。那以现在的估值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现在是什么？是处于一个中间估值，大约18左右又是4000点左右的一个争夺。那么小盘的估值可能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可以看，那么现在来说哪个部分是比较有肉的？那么现在这个市场那么是怎么解读？我们可以看日线上标普的这个走势。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估值啊，这里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就是标普500的 PEG ratio。这 PEG ratio 是什么 ratio 呢？ PEG ratio 就是说它是用的 forward PE， 就是我们估值，咱们 price earning 的这个估值除以它的一个增长速度。那么如果你现在比如说我估值非常高啊，假设我给特斯拉估值估值 PE 有100，那么你增长速度非常快，我1年也能翻倍，那它其实 PEG 就是1，就是它增长的快，你给它估值就应该高。但是呢，就是以现在标普来说，我们从上个这一个图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个估值是属于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大约就是在17.2。大家看这个不是非常低，它特别低的话应该是在13到14，那特别高的时候像在20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现在17就是不上不下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你如果看到把它的增长给它再放到一起看的话，那么就显得这个估值是非常高了。大家看这个增长如果算上去的话，你其实比20年这个20年呢当然是有一个特殊性了。那么之后的话，我们已经这个出现了什么增长？那它这个增加不是因为 PE 的数字太大了，而是因为它的增长都下调预期了。所以这个里面如果我从一个 PEG ratio 来说，当然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周期。那么从一个 PEG ratio 来说，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一个偏贵的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贵的。好，那我们再看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那什么样的这个指数还是比较不贵呢？那么就罗素2000的这个指数，它相对来说这个估值就是还可以，大约在21左右。那么它的低点呢，也是在大约17.8或15.6，在08年的时候呢，可能只有15左右吧。那么你现在17点多啊，或者说你21到15左右的话，你其实再跌个多少呢？再跌个20-30%，它就来到跟08年那种底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它那个差别就不是很大。那么如果我们看标普的话，仅仅从估值的角度来说啊，那如果真的是回调到了一个14左右的话，那17到14那还有3，对吧？3的话，你这个3的话呢，将近15%到20%。那么这个跟摩根斯坦利的这个投行分析师或者也是头牌分析师吧，头牌分析师这个麦克威尔森说的是，他就是说这个 EPS 要进行一个下修，差不多就是20%左右。那20%左右的话，那4000乘20%，那么就是大约多少呢？800点，800点的话呢，就是差不多3200。那你往上稍微调一调，3200、3300，或者比它再低一点3000，那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目标价。那么小盘来说，可能就跌不了这么多，但整体上呢，从估值就仅仅从估值的角度来说，当下市场的现在估值是在一个位置我把这个位置分享给大家。好，那么关于这个美联储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是一个具体操作的和分析的环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别忘了点大拇哥哟。好，那么回到这个技术分析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我们上个礼拜开始，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作为操作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呢？就是当下市场我们这个位置上是一个恐慌性，然后呢，我们四五日没推上去了以后进行个大波动，它四五日不是预期中的一直向下砸，而是进行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反弹。那反弹了以后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做多也好，是做空也好，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吧，你很难做到，就是说这个位置上你是该做多还是该做空，就是因为你没法特别好的判断这里多空的一个操作，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是礼拜3，这是礼拜2、礼拜1，那么上周5天。你比如抄到了一个底，是吧？你做了一波多回来，那很简单，你在这个位置上，它其实趋势仍然是一个向下的趋势，只有在昨天这个位置上，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转势，站在2个均线之上，那么你还正好是个趋势线压在这里，那么就是非常难操作的一个点。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判断的一个位置，就是难下嘴或者难操作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看到，那这几天上涨了之后呢，今天这个阴线又跌破了所有的均线，那么又被这个趋势线什么呀给打掉。那么如果你在这里变成空头的话，其实你的手这个空头的一个止损
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其实就是大约在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大约在4000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是我们守止损的一个位置。那么当时从长期的角度来说，这里需要比较大的回调，才能让股指或者说股市的估值看起来比较便宜看起来比较好。那么这就意味着大家看这个地方的走弱，整个就是从标普来说是变弱的。那么从短线来说的话，一会儿再跟大家拆解短线的一个走法。那么回到纳斯达克的走势，就比标普要容易，或者说容易判断的多，非常强势。这里一个 W 底的突破了回踩之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强势股的一个回调，它跟标普的走势可以说是截然不同。那这里是非常非常强势。那么科技股上还是一个比较强的走法。那么我们后面会面对一个看法是科技股补跌，继续大跌比这个标普跌的多，还是后面科技股会更强，跌的少一点？那我们就该看小盘。综合之后给大家一个结论。好，那我们再看小盘，这里面的话，小盘我们上次其实说到了，也是小盘的这个地方是因为开口非常大，均线的开口非常大，向下力度非常凶，你在这个位置上做小盘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没有成立一个所谓底部的结构，那么今天一直也都没有变色，也没有买卖点，大家看整个开口都在这儿，那么这里面它就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这么一个过程，你这追空其实也不容易做。那这里下跌的话，我们就注意小盘如果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下跌，那么就可以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这里是一顿下跌，然后上涨的话呢，这里呢是这样一段上涨，那整个这个变成什么呢？这个一个上下上就变成了整个这里的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了。那么你这里横盘的一个震荡，本来这里可以是一个大波下跌，我们比如说这里是创了一个新高，那我们比如说走这个创了一个新高，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那我这就非常好的一个 B， 然后呢再下来一个 C 就完了。但是现在的这个走势就是更不好，为什么更不好呢？因为你看它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 B， 它只是变成了一个震荡的走势，继续向下。那么继续向下的话呢，它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再向下的话，它会走这样，我们这样的一波比较凌厉的下跌，是这样去以盘整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终结的。那这是小盘。所以综上的一个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是偏强的，小盘是蛮弱。然后两头我们看这个 YM 也非常弱，是不是说这个大的这个只要跟传产相关的都非常非常的弱，非常非常弱。所以我们发现科技强，那是不是在这里还会继续做多科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时级别的。那么小时级别的话，今天几乎全都是破位的这样一个下杀。那么小盘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是最弱的。好，那我们上次提到了，就是科技股有可能是补跌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科技股在这个过程中，在有可能补跌的原因，是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它的市场，我经常说深度其实是宽度，就市场的宽度不够，就是因为我看整个的反弹虽然涨得非常多，但整体上我们说NMO 这里还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走势，是因为大量的一个反弹都是由这些科技巨头少数几个公司拉抬的，那整体上这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盘的表现，这不是强势盘的一个表现。所以你看这里面也是迟迟回不到一个黑色的一个状态中。那么你如果从长期的New High 减 New Low 来说，确实是我们也从长期的角度来说，是这里面多空的比例来到一个相对来说的极值。所以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就不宜特别的看空，但是你这个反弹也告诉我们了，这个位置上是非常不宜什么呢？看多。为什么？因为上涨就是特别像上涨的尾端，或者说经常出现的那种尾端，就是剩几个大科技大股票支撑，然后呢整个后面的人就跟不上，所以知道我们上涨这段是非常心虚的，而下跌的过程中呢又没法特别好的判断，所以最后呢选择就是龟缩防守防守反击，以逸待劳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基本上做一些短线对大家来说是比较明智的那关于5分钟的走势呢，还是跟昨天分析的一样。那昨天的话就画出了1、2、3、4、5这种5段。那么这个地方呢总结出来的什么呢？就是5分钟的走势是随时可以终结。那么当时写完之后呢，可能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特别理解这个随时都可以终结的意思，就是因为什么？大家可以看2月份的一个下跌，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强烈的下跌走势，称为一个线段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几个盘整区啊，称为中枢，对吧？那么这两个跌下来以后，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出了一个震荡的中枢。那么这个走势的话，我们就可以在5分钟的这里面去拆解当下的这个走势。那么这个5分钟的走势啊，5分钟的走势是不是可以随时终结呢？其实就是昨天画的这个图一样的，就是这样，就是当下这个地方走势再往上冒一下的话，那什么呢？说明这里是一个 A、B、C、D、E。当然你要数浪也可以，1、2、3、4、5，它不是非常标准的，因为3浪的强度没有1浪大，那么它就是一个无比的一个向上。那么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形成一个盘整区。盘整区出来了以后，再向上离开的话，你就关注离开这个地方什么时候终结。那么今天的离开段呢，它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终结，这里形成了什么？我们对这个趋势线的一个假突破。那么昨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盘整之后，今天出去之后，迅速的一个在这里面形成了假突破以后再回踩这样的一个支撑下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到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不用在当时判断，现在就可以判断出这样的一个走势又终结了。那么这个下跌的终结，那我们就期待着日线级别它应该会出现一个波段的下跌啊，日线级别的一个波段下跌。那么日线级别的波段下跌，我们不知道日线级别的波段下跌在这个位置上，你应该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低点。那么我们从交易的角度来说，第一还是选择龟缩，因为这个位置上我们没有出现两种可能，一种呢是我们交易中出现的叫做物极必反，就是当市场走出非常恐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对血筹码的操作，没有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顺势而为。那么像现在的话，向下做是顺势而为，而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上呢，还是在3800这个位置上会成为一个潜在的一个支撑。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一波的下来之后，这个每一个次低就是越来越低，所以我们仍然可以预期到它这个地方的一个反弹，再出再向下。那么就看你这个位置上能不能把3800这个关键的位置打破。如果打破的话，大家可以看整个这个结构，市场上走出的这个结构，向上的这个结构也预示着完全的破坏。那么向上的这个结构破坏，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向下的一个结构走势，在破坏了一个向上的走势之后，再走一个向下的走势。那这个向下的走势，你说是不是一个去新低啊？去3200、3300，那么从估值的极端角度来说，3200、3300或者3400，其实都是很不错的。那么但是你没法预计说它在某一个位置上一定是所谓的低。而这个向下的走势，我们只需跟随这个向下的走势，它完成以后去顺势做多就可以了。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期待，或者是我对它的一个分析。那么当下来说，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就是这样，因为我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操作。那从持仓的角度来说呢，基本上就是还要剩下那少量可怜的 put 还有呢就是我们继续操作我们的这个TLT， 继续做这个战法。那么我们 TLT 的战法上次分享了很多次了，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还是一个箱体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我们给大家上次画了几张图，有朋友呢不是特别懂我们首先看到这里是不是一个破线翻的一个结构，底部的一个结构出来了之后，那么一旦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出来了以后，大家看这里是个跳空向上，那么其实在 ZB 上不是，它就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跳空。那么你这个位置上知道这里是一个底部的一个结构区域，那么你大约就是在102左右进行一个下跌，只要有下跌就在102到104左右，就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什么呢？卖 put， 就在卖 put。然后呢，我在这个位置上，我现在卖 put 就会有一个风险，为什么呢？这是什么风险呢？就是如果这个地方跌得非常厉害，它直接向下灌破了，比如美联储今天说我们容忍的最高这个通胀从 2% 我变成 3% 了 4% 了，那这个东西它就要跌。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不愿意让我卖 put 为了赚权利金而承担巨大的风险，我就选择的是比如说104
到101或者是100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101吧，那差不多就是3块钱。我卖的时候大约是1块钱，然后呢，我的这个成本大约是1块0 1块2毛5，这是2毛5，所以就是能卖1块钱。然后呢，我的最大亏损呢就是4，就是如果它出现真的一个向下了，我的最大亏损呢就是4，但是我还有1块钱的权利金，所以你最大亏损是3。那么最大亏损是3，我们中间这个来回来去就玩了好几圈了，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正收益了。那么我要保证我在它继续下跌的时候我有兜底的。那么上面的操作呢也是，就是当它在来到这个箱体呢上沿的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一个 CC，差不多就是109这个位置，能卖1块就1块，能卖5毛就卖5毛，然后时刻准备好时时刻刻准备好，当我们这个走势向上进行突破的时候而且这个走势大家看这面的走势，我们就看 ZB 作为这个什么我们换到4小时的 ZB 4小时的 ZB， 大家看这个4小时的 ZB 的走势就更加清晰了，它完成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上涨下跌上涨下跌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再一个下跌之后，它在这儿只要形成盘整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蓄力，这个地方一旦蓄力的过程中，向上突破的概率就会非常大。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不能主观上去猜它一定会突破，或主观上去猜它什么时候会突破。我们交易本身就是根据市场的走势去进行一个应对，而不是说你去猜。我们没有人是神，市场上又不是你们家开的，所以不是说我们去猜测它一定走到哪儿或者说它一定怎么走。那么我说到这个好，那么还有一个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的，就是最近英伟达走的非常强势，太多人去做空做空英伟达，另外一边又买那些小的什么银行股 FRC 什么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是，很多人还套这个留言你说呛虾也好，有这个 show off 也好，就是我问大家，这样的一个趋势，想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中买这些股票赚钱，你需要有超乎寻常的信息和绝大的信心和极强的交易能力。我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它的交易难度是极大的。你想在这个位置上吃个波段，它吃不起来啊！你这你该怎么做呢？我认为说这个交易难度实在是太大了。还有就是像你看，如果你们选择这个做空女大也好，那么它的也是强的上升趋势一个大的 W 一个头肩底的突破，还没有像样的一个回调，是要回调，但你回调的过程中，我又在哪去选择止盈点呢？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没必要去找这么困难的去做，专找强的空和专找弱的买多。那么这不就是很难在市场中赚钱吗？我们要赚钱，核心也是抓这个软柿子。那对于我来说，我就找到我们说 finding your edge， 这个 edge 其中之一，除了我们说要保证正 EV 的操作，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做找到自己的边界。我在这段时间就是选择龟缩防守，保护自己的盈利，同时呢就刮这个 TLT 挺好。那么您呢该怎么做呢？那您需要对自己的仓位风控进行一系列的评估光有朋友问我们是不是还要不要多更新朋友圈，我其实能更新的已经非常多了，那只有在我们的 Discord 里面。那么如果呢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您来。那么这个 Discord 呢，很抱歉是收费的。那么，但是您随时进出，你不高兴不喜欢，那么您就选择退订，绝对我也没有任何精力去给您手动去做。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晚上呢，如果有更多的数据看到之后，再给大家的更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